他的身躯赤颗颗地展露在你面前时，他不只展示的是他的体态之美，同时也是将他身上每一寸的光洁与伤疤一并呈现在你的面前。你会感叹也会感伤。当你说他怎能美成这样，可能只是一句空泛的赞赏，但看着他身上的疤痕，却不禁细想，这伤是怎么来的？当时痛吗？看过一个个美女坦然将全身展示于你，你也渐渐明白，在那一层层华服的包装之下，每个人都有些可见不可见的伤痕存在，你就会怜惜每个脆弱的生命，对吧？这次来东京打算探访2座脱衣舞剧场，其中有一座到去的前一天都还在犹豫，但绝迷你剧场却是老早就确定要先来的，也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在剧场逐步凋零的现代，这个名字挂上 mini 的剧场，有一种随时会退场的危机感。我怕要是太晚来，就会像其他慕名已久却已无缘一访的剧场一样，有机会来也看不到了，所以就趁它还营业的时候赶快来吧。查了它的交通其实不远，从上野出发的话40分钟可以到。先看了一下 Duckpication 的攻略，我走出爵士车站的西口，大概不到10分钟就到了。到的时候约10点出头，对面的电线杆没有排队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听说会有工作人员会不时查看下面排队的状况下来发牌子，我就试着朝上面挥挥手，但是没有人鸟我。那无聊之下我就走到门口，才发现他现在门口有贴一个公告，说会从9点开始，每隔半个小时下来发号码牌。这张告示牌蛮新的，看起来是最近才改的规矩。想想也是，这样省得工作人还要一直来巡一直来看的麻烦。所以10点半的时候就看见一名妇人下来，发给了我一张编号12的号码牌。听说里面的位置只有19、20个，这样我松了口气，至少会有位置坐了。领了号码牌以后，我就跑去车站前面的商店逛了一下。大概11点40的时候我走回来，楼梯间已经有人从上面排下来了。我赶快拿出自己的号码牌插到对应的位置里面去。过一阵子，然后有个工作人员从上面拿了钱包下来，一个一个问说是不是需要更换钞票，因为这里的售票机是旧的，只吃旧钞，所以要换成旧钞才方便买票。12点一到开始买票进场，工作人员也会站在售票机旁帮忙投币。我一开始以为票价是5000日元，所以就拿了5张的1000元钞给他。结果早场的优惠只要3500，他先退了1000给我。买票之后，机器又吐了500块的硬币给我。另外他有询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，有说明里面不能用 smartphone， 不能摄影。我点点头说我了解 ，no 写信。他又问我说要不要集点卡，我就跟他要了一张。那工作人员这时候就跟剧场口的其他人喊说我需要一张集点卡。那等我走过去的时候，其他人员就把那张集点卡给我了。整个服务的流程是非常的温和，有宾至如归的感觉。我进去以后找到面对舞台右手边的空位。先说这个剧场真的可以用迷你来形容，还不到大概半个教室那么大，可能你家里的客厅加餐厅连起来都比这里大多了。那舞台是个奇怪的7字形，或者是要说是 J 字形，然后没有旋转舞台。那观众的座椅就是折叠椅，像我坐的那个位置，因为要方便旁边的人可以借过，所以那个椅子甚至没有靠背，就是一个折叠的板凳。那舞台后面没有后台，后方有个布帘让舞者进出，然后负责控制音响灯光的人啊，是透过后墙，它有个长方形的，应该叫什么窥视孔吗？在看场内的状况。这里真的是我看过最小最简陋的剧场，但是来都来了，我就来感受一下这种地方性的老剧场风味吧。这个剧场是在3楼，然后楼下2楼是一间晚上才会营业的小酒吧，而舞者的休息室是在4楼。跟其他剧场不同的地方，除了规模大小以外，
还有就是他的表演场次一天只有3回合，下午1点、下午4点、下午7点各一场，跟其他剧场一天4回合也不太一样。那开场前他会播一段音乐，就是我放在片头的音乐。是不是让你联想到很早期的体操广播？然后这段音乐绝迷你剧场就放在他们的官网里面。我不确定这个是爵士的诗歌，或者是他们剧场的主题曲。总之蛮有风味的。先说第一位舞者上台的感觉，这有点像女朋友说：“你今天先别吃太多，晚上我带你去吃好料。”那你就饿了一整天。大概就像我从10点多到爵士，终于等到下午1点开场那种感觉，那种饥饿感。结果你一进餐厅，想要看有什么大菜，结果发现全部都是素的，你会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这舞者真的每一项都是素人的感觉，素到好像你把它放到素人大会都显得太素了。当然他还是有照着编好的舞码表演，但因为绝迷你剧场舞台之小，观众的膝盖都是抵在舞台边的，那距离之近，舞者脸上的毛孔跟汗毛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一个人光是站在这里被一群人围着看都很容易有尴尬感，何况要做宽衣解带的表演。所以在他表演的时候，我总觉得他的视线都没有真的对到观众，我也能够感受到他心情的紧绷。我现在查香盘表，原本的舞娘并不是他好像是被临时抓来替补的，所以这也要感谢他来救火，不然就会少一位舞娘了。所以这场地对新旧的舞者都是很大的考验。就像86，它不是最新最快的车，但它是一台训练车手的好车。绝迷你剧场就像剧场中的86，它当然不是最好的舞台，但如果你能在这么极端的舞台做好表演，去其他舞台应该都是一块小蛋糕了。拉回主题，我右手边坐的一个观众大概是个70岁上下的大哥。那在这个舞者第2回合再度上台的时候，那大哥可能有点累了，他就双手抱着胸，一直在那边点头。可是他跟我一样，坐的是没有靠背的椅子，所以当他点的大力一点的时候，我都要随时做好接住他的准备。但这个时候舞者刚好在做核心展示，他趴在舞台上把腿伸过来，我感觉要是我的脸凑近一点就会直接被他踢到，所以我就忍不住把身子往后缩。可是我一方面要躲开那个舞者的脚，一方面要准备接住那个睡到要掉下来的大哥，心里实在是很忙。幸好大哥睡是睡，人还是坐得很稳，所以算是我白担心了。第2位舞者查到叫酷，那他上台就有那种让我很安心的感觉。虽然不算是年轻美眉，但不管是身材相貌，都是你觉得她应该站在舞台上的人。尤其在她的舞蹈表演上，你会看得出来她没有那种硬练的感觉，表情自信，动作利落，拍点十分准确。甚至我觉得因为舞台比较小，她的动作有配合这个场地收了一点。我还会想，她是不是单纯因为喜欢跳舞才来做这一行的。那在核心方面她也十分的有力量，地板的动作转换十分流畅，真的是技巧跟经验兼具的一位舞娘。再说到这剧场的拍照环节，舞蹈结束以后，舞娘会到舞台的右侧拍照，所以这时候坐在右侧的这一排人，也就是我坐的这一边，都必须要将椅子靠边，人离开，清出一条走道，好让拍照的人有一条通道可以排队。而绝迷你这里很聪明的一点，就是工作人员会来发2把扇子，一把写着着衣拍摄的尾端，然后第2把是写着队伍的尾端。所以如果你想在舞娘脱衣服之前拍照，就往前排，不然就是排在第1把扇子的后面。因为剧场内部空间太小，没排队或没位置坐的人一样站在后墙，所以这把扇子就可以区隔排队队伍的尾端在哪里。这种做法别的剧场都没有看过，简单明了，真的是很聪明啊。再回头说第2位舞者酷，到了拍照的环节，他整个人就像完全变一个人一样，
讲话有一种傻大姐的感觉，跟跳舞时候那种干练的感觉相比，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。然后拍完照一样会有 open show， 到了这环节，他身上就套着一个 T 恤上台，然后带着全部的观众一起做体操。这时候你就感觉到80%以上的观众都是熟客，很清楚他一上台就会干什么，所以全部都很整齐的跟着他一起做，真的很像一位来养老院指导大家做体操的老师一样，整个画面超好笑的。第3位舞者叫做林，说到这个舞者，如果我认真写的话，也许可以花一整部的影片时间来讲。他年纪看起来大概30到35，比前面2位要年轻一点。第一段他表演扇子舞，动作其实蛮大的，我后来才发现他是故意的，他会故意将动作稍微超出舞台的边界，将自己的表演领域扩大到观众席里面。我想坐在舞台旁边的观众都有快被他扫到的感觉。然后第2段他不跳舞了，直接演起情境剧。一开始他穿全家超商的制服，演一个被老板骂的店员，然后就下定决心去参加偶像的甄选。第1阶段过了之后，第2阶段被刷下来，等到灯光再一次打开，全场大爆笑，因为他无奈的穿 7-Eleven 的制服了。这一整段表演，不管是音乐还是预录的语音，还有他自己配合的台词，一整套都是天衣无缝。包括他中间更换偶像甄选的舞台服，初选的号码是一个，第2阶段又是另外一个，连小地方都很注重细节。然后第3回合他演一个上班族 OL， 一样是被老板骂了之后去进行一趟温泉之旅。虽然日文我听不懂，但光靠肢体跟表情我就知道他在表达什么，跟其他观众一样笑到不行，笑到我在想，你搞成这样子，等一下你脱衣服我也没有感觉了。结果等到脱衣服的环节，灯光一整个变暗，然后音乐变了一个气氛。那他这时候用一个按摩棒表演在温泉旅馆放松也享受自己的女子，这一整段就变成整天的表演我最血脉喷张的时刻，能够让观众的情绪短时间就转换过来，这个要不是误打误撞，就一定是个天才。他让我想到以前很爱看的一部漫画，叫做《千面女郎》，里面有一段是女主角唐宝莲已经被逐出剧场界之后，为了争取某个大型舞台剧的角色去参加甄试。甄试的第2阶段考验是设定一个餐厅，有固定的表演流程，那参选者要将自己的表演插入这一段流程里面，但是不能让人觉得突兀，甚至要让人觉得感动。别的参选者想破头都不知道要怎么样在这个舞台表演，但谭宝莲说我可以，这种表演要他演几次都可以。每个舞娘分配到的舞台跟时间是相同的，当别人在苦恼怎么将这10-20分钟填满，怎么分别出第1回合跟第2回合，他却在想这1、2、3段我分别可以表演什么东西，完全可以照他的意思来搞。而且他非常能够控制全场的气氛，控制到连拍手的节奏都在他掌控之中。如果说前位舞者酷是为了跳舞才来跳脱衣舞，那这位令就感觉他是为了搞自己的小短剧才来这里跳的。每一回合他的道具都比别人多，你就试想在绝剧场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他不知道带多少哩哩扣扣的东西爬上爬下。这种表演的热情是直接砸到你脸上来的。如果各位到日本看到附近脱衣剧场的演出表上有他，真的推荐你去看一下，你会发觉原来脱衣舞可以这样子搞哦。第4位舞者叫结成新，要形容他不知道这样讲礼不礼貌，就是他整个人有一种 AV 感，身材瘦，脸蛋漂亮，胸部不小。光论颜值的话，全场5位他是我最喜欢的菜。虽然一登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脸实在是太瘦了，可是等到拍照环节全场的灯都亮起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他的脸型正常很多，只是被舞台灯照射显得很窄。我个人是没有特别喜欢拍照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花了1000块跟他拍了2张，甚至还把我带来的凤梨酥送了几颗给他。现在查他自我介绍是属于 Rockstar 的舞娘，
这个身份简直就像是一个品质保证。而确实，不管是武艺还是肢体的展现方面，他都给人一种怦然心动的感觉。但我觉得他更强的一项是进入拍照环节时候，他随便讲几句，全场都会大笑。那个应对的幽默感是非常足够的。然后第二场拍照时，他就简单套了一件米色的风衣出来，中途不知道观众跟他指定什么动作，他就站起来唰的一下把风衣打开，像暴露狂一样把裸体展现出来。这个动作一做不得了，我想每个观众包括我都有那种哦的感觉，搞得后来每个找他拍照的人都请他再重来一次。他大概也没想到自己随手一个动作这么受欢迎。一般拍照的环节就是想拍的人跟舞娘之间的互动，其他观众就在旁边加减看。但他拍照的时候，全场的气氛都变得很轻松。我觉得他大概是有一种天生的幽默感吧。再说到当天压轴的舞娘叫做小宫山赖里奈，她一出场我就觉得她很像一位台湾的舞台剧演员，只是比较年轻，脸比较碰培。她的表演很精准，同样是开在秋名山的86，第二位酷像是保守的开在离护栏30公分的地方，第三位令就像是疯掉一样，一直在擦撞护栏，擦撞出火花。那小宫山就像是全神贯注的拓海一样，精准的控制在离护栏5公分的地方插过去，从容而又优雅，动作精准而又利落。另外查他也是隶属于全场 Rockstar 的舞娘，水准是毋庸置疑的。然后第二段表演，他搞笑的套了一个兔子装出场做摸彩活动。他穿着兔子装，先发一套卡让观众传下去，每一张卡有不同的号码，然后他从箱子里面抽出号码，如果跟他相同就还要喊 bingo， 然后他再发给你奖品。但你记得这里是脱衣舞剧场对吧？所以后来他有转换到脱掉兔子装的环节，那里面他穿的衣服有点那种神父的感觉，搞笑之余还是有拉回主题，所以也算是很有趣的表演。简单说一下绝缘迷你剧场的攻略。从早上9点开始，工作人员每隔30分钟会下来询排队的人发号码牌，拿到号码牌就可以离开去逛街，等11点半再回来。因为座位有限，能够早到就尽量早点到，不然等中午过后才来，有可能你要全程站着看。虽然站着看也是很近，但还是比不上就围坐在舞台边看得舒服。然后如果你来得够早，位置有的选的话，可以先选面对舞台正面还有左手边的位置，这样拍照的环节才不会每次都要站起来让位。虽然每场站起来活动也是不错啦。总之，如果能抢到一个好位置，这一整天你都能够看得很愉快的。总结一下绝迷你剧场的心得，这里是我来过最小的剧场，却也是我待得最久，从头都看到尾才离开的剧场。一整天相处下来，都觉得跟工作人员很熟悉了。然后特别窄小的环境，也让观众跟舞娘的距离异常的亲近。美丽与伤痕都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展现。中间有位舞娘，一只美丽的脚踝套着闪亮的脚链，但没有套脚链的另一只脚却有一个手掌大的伤疤。那疤痕之大，感觉当时受伤是削掉一大块肉吧，让人看了就感受到他当时的疼痛。回想在别的剧场，我也有看过一位舞娘的手腕，当光线从侧面照映时，会映出一条条横向的伤疤。鼓起勇气向观众展示裸体的舞娘，都是同时展示出她的美丽跟伤痕。讨厌一个人只需要看到他一个缺点，但喜欢一个人不能只看他部分的美，也要全盘接受他的缺陷，是吧？绝迷你剧场在去年经历失火之后，靠着募资在观众的赞助下重新站起来。我本来是想趁它消失之前来做个见证，但我希望它能长长久久的经营下去。
因为这是我去过最温暖的剧场。这一张集点卡我一定是无法在期限之内盖满了，但我下次一定还要再来。